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那么就来关注一下我家的菜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很多人在家里面做水煮荷包蛋的时候，总是不成形，而且还一锅的白沫子。那么今天阿鹏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水煮荷包蛋的正确做法。这样做出来的荷包蛋吃起来软嫩适中，吃着又香又滑的，特别的好吃。其实它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看一眼就学会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根据家里人数准备适量的新鲜鸡蛋，鸡蛋一定要新鲜的，这样子做出来的荷包蛋会更加的漂亮。下面我们先把鸡蛋给它处理一下，往里面添加大勺食盐，然后再倒满清水，将其浸泡清洗一下。我们平常在购买鸡蛋的时候，多少都会看到鸡蛋的表面会残留着些许的鸡粪，这里面非常多的大肠杆菌，还有各种的细菌的，所以我们再处理一下再吃，会更加的放心一些。我们将鸡蛋彻底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再准备个盘子，然后再把鸡蛋给它一个个的都打进碗里面。我们在打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得到，鸡蛋和蛋白是非常的力挺的，圆溜溜的，这样的蛋白和蛋黄是非常分明的，那么就代表着鸡蛋是非常新鲜的。我们将鸡蛋打进同一个盘子里面，不用担心鸡蛋粘连在一起，只要是不把蛋白戳破，那么煮出来的荷包蛋依然是完整的。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，水的量要稍微的多一点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增加底味。另外，食盐它还具有快速凝固蛋白质的作用，可以让荷包蛋快速的成熟和定型。下面我们先扣上盖子，开大火，先把水烧开。我们将水烧至完全的沸腾以后，接着就可以直接的把火关掉了，然后再把盘子贴着水面，给它轻轻的倒入鸡蛋。如果盘子离水面太高的话，那么在鸡蛋下落的过程中就非常的容易造成鸡蛋散花了。另外，如果不关火的话，水一沸腾，那么就特别容易将鸡蛋冲散了。我们将鸡蛋下锅以后，千万的不需要再动它的了。接下来我们扣上盖子，把鸡蛋给它焖个大概5到7分钟左右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香菜。我们将香菜清洗干净以后，去掉头部，再将它改刀切成小段。香菜切好后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全部的改刀切好以后，我们先将其装起来备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在经过开水的5到7分钟左右的浸泡以后，打开盖子来看一下。哇哦，里面的每个鸡蛋就像蚕宝宝一样，被蛋白给包裹住了。我们用铲子给它轻轻的推动一下，可以看得到每个鸡蛋都已经是成熟凝固了。用铲子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每一个都是圆溜溜的，特别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先将其盛出来，装在盘子里面。哇哦，这个荷包蛋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看着就特别好吃。现在我们用刀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里面的蛋黄基本上是刚好的成熟凝固了。这样子的蛋黄不老不嫩，就刚刚好，不会因为过熟而造成难以下咽。如果家里人爱吃溏心蛋的话，那么时间上可以稍微的再短一点点。如果爱吃全熟的话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开火，用小火慢煮，大概2、3分钟就是可以的了。这样子做出来的荷包蛋，我们平常在早餐里也可以这样子搭配。我们准备个小碗，小碗中添加适量的葱花，还有香菜，还有少许的虾皮提鲜，再添加上少许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，不爱鸡精的可以不放，还有生抽1茶匙，香醋1茶匙，小磨香油少许增香。
有条件的话再添加少许熬制好的猪油，那么就更加的完美了。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适量的面汤进来，再把我们煮好的早餐面条也放进来，最后再把做好的荷包蛋放进来，就这样一道非常完美的早餐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荷包蛋呀，真的是每一个都是圆滚滚的、滑溜溜的，吃着是真的特别的鲜嫩好吃。其实吧，水煮荷包蛋的做法是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看完以后都已经是学会了。再搭配上我们的早餐面条，一份既有营养又美味的爱心早餐就这样子做好了。下次呀，你在家里做荷包蛋的时候，就像我这样子做，保证你一次就能成功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